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长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每次到台东旅行，我一定要搭火车来。东海岸的火车其实是最迷人的，因为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在中间有一个风在车子里面流动，这是最迷人的事。东海岸这样的铁路电气化以后，北梯要从7月16号就不会在这条路线走了，所以我对白铁的情感，跟那个蓝皮的情感非常的深，因为这种车窗可以打开的，对我来讲，那不只是车窗可以打开，而是你的头可以伸出去，你可以闻到那个稻浪的味道，你可以被风吹，直接被阳光照射，对，那种感觉就你跟这个土地连结更一样。可是这个车窗玻璃就感觉亮亮啊，或者说觉得好像真的是很观光客的。哇哦！啊，杜兰山在看我们的。是啊，那一下车看那个山很过瘾。刚刚那个白铁，哎，就这样子离开了，消失在我的背后。对，我看他走掉，感觉好像是送走一个恋人一样。对一个铁道迷来讲，是，哎，这个感触很深。但不管怎样，今天还是要快乐了。还快乐。虽然不搭热气球，哎，对，但是我们今天要到鹿野，应该会看到很多东西。这边是纵谷，可是台东还有很精彩的海岸线。对，山线跟海线嘛。对，是。海线是明天的行程。OK。我们可能就往都兰的方向往上走。是。但会遇到什么？我觉得去再说。OK。旅行最好玩就是，如果有计划，当然好。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过这次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很多人然后移民漂流到台东来，就想说了解他们对台东的一些的看法，跟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每次旅行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意外的遇到很多人。对，那我们走吧。哎，走。走错了，拍谁？看谁？今天要来运动了，到现在，好像到哪里都骑脚踏车哦，这是我们的特色。慢游骑脚踏车是比较吻合了。阿杜，你好，老板嘛哈。哎，我是。你有个建议要去哪个地方？就是村它本身条件就很好啊，对，所以你就骑着四处走走，应该不错了。到处逛逛哈。啊，你就往前啊，100公尺。带我们去。你当我该营业啦。我知道你是这边是最优秀的解说员。解说员。解说100公尺就好了。农田这个地方过去是卑南族的部落，他们打猎的猎区。日本人来了，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把他们赶走了，在这边留下了一些非常规规矩矩的一些的街道。我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生活最极致的一个好的空间。像
像这个树就100岁啦。对啊，这个枫香啊，所以就跟建筑物是年纪算一样。没有，它比建筑物还老。本人的本身好不枫香，然后他来到台湾，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台湾有枫香，所以所有的日本在台湾的社区里面几乎都会种枫香，而且种枫香意思是说我要在这边住一辈子的。这个我有兴趣，是什么房子？这个是校长宿舍。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哈，它这边有那个窗户的，另外加上一个板子。一般来讲的窗户就直接是透明的玻璃，就直接开放的，防台，可以防台防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日本式的宿舍，然后有一个这么严谨的防卫系统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哦，这个就是阿萨姆茶。哦，对，这个阿萨姆茶有时候你在就是空气啊，那个阳光曝晒、紫外线曝晒的时候，如果刚好有那个风吹过来啊，你搞不好还可以闻到那个浓浓的咖啡香。这是我第一次来的味道。真的吗？记得它。这个地方一开始它是种甘蔗。甘蔗。对，日本大正元年的时候，它成立了以后，这边就是变成甘蔗的原料供应区。了解。民国50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因为设立了一个茶叶改良厂，然后开始引进了很多茶种。第一个引进来的茶就是阿萨姆茶。浩一，你看，那里有很多的妇人在采茶。我们过去虽然看过很多的茶园，但是从来没有跟这些采茶的人对话过。我们是不是要下来看看呢？我来刚刚做偌久啊？我以为再开始做今嘛8个钟头。8个钟头啊！那这样子摘大概要摘几天才会结束？没有，那个摘起来又发芽又发芽。恁大大，拢大家？阮大家人。拢遮的人啊，剩敢有少年的人要来这做这种工？老岁啊，恁办少年啊，无爱来，60、70岁，像我们都70岁了呢。好，安尼啊，看袂出，看袂出来。有咧认真咧做的，有工作吼，都较少年了啦。但是你看行路的速度，感觉不太像年纪很大这样子。他们已经工作4个小时了。哦，7点半，现在11点半，完全没有累的感觉。对，不简单，真的是不容易的。咱给起来看，快拿的钱好不好？对啊，画。哦，你的很重哦。容易啊。你的很重哦。老师傅啊。哦，真的哈，那块看起来就特别像师傅。对。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好来。你要看厉害，不是看量呢。不是看量。在哪里？量也要拿捏，还有品质，采起来的。哦，好，对。所以这车就是今天载的成绩就对了。没有这个第二菜了。哎，桂香啊，你要闻一下这个。对啊，有香啊。咖啡的味啊，咖啡的味啊。自然的那个味道真是大自然的。去龙王工厂哦，很香哦。香哦。看到这一群人这么早就开始采茶，在这么热的天气也采茶，所以下次再喝它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番滋味。温池塘，就是这边的信仰中心。这个地方过去是日本神社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周遭就有非常多的老树哈。对，它呀，加当加这种苦莲啊，很少看到苦莲树这么大。对，看起来好舒服的那种大。你看这，有2手书嘞。这好玩。它那个书是让在这边喝饮料的。年糕30块，红豆汤，这为什么要弄那么小？很有意思。这个老板不是不会做生意的话，就是很会做生意。OK 啊？陶哥。老板在吗？老板在。老板在。老板你好。这里有红豆汤吗？有，我们下午2点卖。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说我们2个人就点2个套餐就对了。对。这仲夏夜的午餐。熊产叶。啊，仲夏的午餐早宵夜啊！谢谢年轻人，谢谢。哦，校连长，请坐。这是葱蛋，葱蛋，然后这边是炒高丽菜。这边我们是希望说，它可以借由吃饭，然后吃在地的食材，放松的心情来用餐。我先问你一个比较辛辣的问题。好，这里有一句话是你写的吗？
当初交给你是完好的，但你还给我时，却已支离破碎。哎，其实上面两下体现出，这是你写的吗？我也希望是我写的。每一个桌子都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对，都有它的一段话。哎，我觉得说都是一个年轻的记忆。有一些暧昧，有一些想象，有一些无奈，通在里面。对，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龙铁这个地方？是你跟这边有什么渊源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只是来到这边，我也是第一次来台东，然后就爱上台东了。是想说在30岁之前转换一个人生的一个环境。来到台东之前，我是职业军人，然后后来就是投入那个保险业务。像你这样子的人哦，我看到很多，就来到这里，他第一次来。然后他看到一个漂亮景观，我就放弃过去，就选择现在。这样的人还不少，到花东很容易这样子。这个地方有一种奇怪的魅力，就是让你都有类似朋友。对，就是一次而已，就这么一次，好像就遇到一个女生，那这一辈子就要嫁给她。长辈就说：“哎，来当头看脸。”这个年轻人真不容易，离开一个舒适的环境，自己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店，在一个梦想的追逐中，我希望呢，他能够呢找到他最快乐的生活的态度。我听说龙田社区这里有一家干妈店，他突然间我就想起了那个我们在宜兰盐山也有一间小鲜蔬菜，我喜欢门口这样的几个简单的有漂流木哈，然后又有一些跟那个小鲜蔬菜一样，都有一些当地蔬果在摆在这里。出来就是5星级的干妈店。看起来一副已经是非常的老练，跟它的味道都有了。它有那个味道，是因为它有很多这里面的建材都是用就是以前老房子的旧料，然后下去做改造的。像桌子的部分就是以前的屋梁，是这样子。对，还有一些旧窗户不是。全台湾5星级干妈店，如果这样子都一个地方都这样，这边一个讨厌。干妈店你还敢用变成什么样的？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小农的平台就是让在地的，因为有一些自己在地农家自己可能一小块菜园种的菜吃不完，他可以拿来这边交换，或者是拿来这边贩售。其实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很喜欢到一个社区里面，那如果有一个干妈店能够代表那个空间、那个社区的它的文化跟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东西？我希望这样的特色是在每一个社区都能够发展出来，这样的话，台湾的未来的干妈店就非常的丰富多样。我真的是非常怀念这样子的电扇它会摆动。我手指头被戳过。然后空气它还是热热的。明天过后，铁路局的生涯就结束了。你不是因为铁路电计划你怀旧，所以要辞职，就做刚好做完，刚好一个阶段。到6月底。真的是非常怀念这样子的电扇它会摆动。我手指头被戳过，然后空气它还是热热的。我的手被这个头被压过，但是我也那以前买便当都要这样子整个拉下来，爬进来，甚至于还爬进爬出的，甚至到50岁的时候，我还头会伸出去。所以你的时间表跟我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在20岁的时候已经不再干这种事情了。您这白铁是因为白铁快要消失了。对。所以白铁要消失的时候也在做这个，是不是？他们真的完全是这样子，跟我那种感觉一样。所以你们是一家人？没有，不是。所以你们是共同的爱好，留历史，台湾的历史，然后来追这个整个快要结束的一个记忆就对了。太难得，很难得。是大家一起来抢救他，最后的镜头啊。对，小朋友你呢？你从哪里上车？站。台东站。那你要去哪一站下车？
他今天生日嘛，刚好6岁。哦，生日快乐耶！对啊，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在规划里面所看到了，然后看白铁里面的一些的这个铁道迷，然后呢，他们也是缅怀那部白铁，也可能也即将消失，然后老的小的，然后在那个地方。但是一节车厢也有那种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随着火车什么来他就坐上去的，也有。白铁在台湾已经服务了半世纪了，希望7月16号以后，它还能够继续在东海岸继续行驶，不希望它变成文化列车，而是每个礼拜至少有一班，让每一代的人都知道白铁在台湾铁道历史的意义，以及行驶过这里，让台铁文化、地方以及观光旅游都带来适应。我第一个来行哦，这一来行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苍凉，因为只有2个人，我跟我太太。然后这里发生了一个爱情故事，跟我们2个没有关系。然后出来是一个站长还是副站长，然后跟一只小黑狗。你要特别的安排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你才能到这里，然后用1-2个小时以后坐另外一班再回家。我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这里听说要结束营业，所以这次重访，其实也是百感交集。站长李先生，欢迎你们来。他是第一次来，然后我是来了好几次，对，我知道。但是他是老鸟了，我是菜鸟。是对这里等于是带来认识一个类似家园的地方，对我来讲的哈。那这边服务多久了？前后加起来要15年。我71年到79年在这边当副站长，然后79年出去东主。你自细汉就开始来这些铁路局员工，应该是从年轻开始做嘛？25岁。25岁嘛，也应该就会在这个地方。明天过后，我就大概铁路局的生涯就结束了。你咱们家最好找个当起家，最后一天是明天。对。然后就退休了。你不是因为铁路电气化你怀旧，所以也要辞职，是就刚好做嘛？哎，刚好一个阶段。到6月底。我早就规划好了。真的。哇，那革命。之后呢？之后。种田去，也可能的，都有。15年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对啊，已经感慨很多吧。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就71年来的时候，对，几乎是杂草丛生嘛，连水都没有得喝。我们本来在这个祭奠寺的后面也搭一个升国局，到电气化要做的时候，当时要打算废站。那双线要到双线道路了，现在变成这样子，很难想象。以后不可能撤了，因为台东县政府他要请那个东大的教授规划卑南溪的旅游景点，那这边是一个重点站。还好，现在是他会继续维持下来，而且只是站长也要离开了。也是啊，最后的铁道员，对，刚好就是要电气化，对不对？有点真的是有点，不是说刻意的，但是刚好就这么巧，它有世代变化的交替的一种的感觉。站长从25岁来到这个地方，对，一直到他退休，最后一天，你看他站得这么笔直，对，这是台湾人以前的工作的态度。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人叫职人，是职人。这个职人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用语，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来，乖哦，你害羞。你很有名呢。你看那个手写的，对，还是这么小，实在是。这三里部落哈，对。最精彩的就是有这间，可能是台湾最小的教堂之一，就看起来就有点像墨西哥那种荒凉的地方哈。那几个人小狗在那边打盹，然后一个老人坐在那边然后睡觉。上一次来的时候是进来非常震惊，因为它的上面的那个木板是蓝色的，然后只有3排座椅排在前面。哎，你好，
现在还有在做礼拜吗？有啊。有啊。对啊。啊，牧师从哪里来？刚热啊。刚热哈。哎。啊，一个礼拜来一次吗？还是怎样？对啊，一个礼拜啊。现在每个礼拜，你们这边还有几户人家？现在几户人家？有5户。啊，现在有没有人来这里结婚？有啊，很多啊。来这边结婚。对啊，从台北啦、基隆啦、宜兰啦、嘉义啊、台南都有来这边。小教堂跟老黑松，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没想到这次的旅行遇见了那位法国人，哇，这样的山里车站，真是每次来都有很大的丰收。Bonjour。刚刚是骑摩托车来的。我骑摩托车，我会开车，可是不方便。骑摩托车，有时我看啊，马上。你来台湾多久了？在台湾啊，今年4个月。我来台湾30次过。30次啊！2000年我发现台湾工作的时候，欧洲台湾，然后我很喜欢。是。啊，你刚刚为什么停在这里？是看到看到这个教堂啊？教堂已经快要70年，这个树也快要70年。大家很喜欢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树跟这个教堂在这部落，所以你来很值得。但是不晓得再过4年又来会不会在，不知道。我听不懂。Maybe next time you come here, just only 2 men. Just this 2 men. The other people just go out. Go home. 要是我的中文的老师，听你，听这个节目，大屁股哦！今天看到那个法国人不喜欢足球那个游人，对，那个我觉得就是又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浪漫的。然后他说他不喜欢台湾，但是爱台湾，哇，这个太酷了！今天很好哈，明仔载安怎哈？对，明天会不会遇到像这样子有趣的事情？像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在安排之内，然后跟这位站长，然后跟他握手，我觉得很酷。我想去找那只狗，跟他说再见。找小黑。对。今天我们要沿着海岸线，对，租个车，对，然后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哪里呢？第一站我们先去海边。哎呦，这里可以看到美丽湾呢，真的是到不了。我从这边遥远望去，真的是到不了。来，拿一下我们的那个背包。Hello， 美丽湾，我来了。以前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海湾哈，是，但是现在出来以后，那实在是长得太突兀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哈，是啊，你现在不准它营运了，对，可是它卡在这里怎么办？拆掉也不是，不拆也不是，因为当地人其实有一些人是希望它在这里经营的，因为他有就业机会嘛。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现在的地方用绿建筑化，然后跟整个海岸和谐的在一起？当然，如果拆掉的话，当然是太可惜了，或者说成本太高了。对。如果说今天应该把它的高度降低，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留3层楼，然后外面多种一些树。如果是降半，从这边看的话，它上面的绿带就在了，下面前面的植树下就 OK 了。对，就不要破坏景观。然后海滩大家共享。对，不是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是，也许环保人士不一定这样的说法。这台湾的那种公路哈，最迷人的都是那种废弃的旧省道，是，但它还可以维持着畅通，对，然后你好像转入一条路况也都还蛮好的，对，而且是转进去就像一个秘境一样，对，而且旧的景观、旧的凉亭，甚至旧的商店都会出现，对，哎，不知道你看前面有个车站，好，那车站就很可爱哦，哇，你看看，好可爱，哇，那有点像多多罗的那个，当时候在等他爸爸的那个，对，可是公车不会来了。
豆豆不会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后面现在霸掌，下面一大堆霸掌，而且是各种不同时代的霸掌在那里。这也不晓得怎么说，因为有时候你不弄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海浪过来就把这海岸整个侵蚀掉了。对。Hello。要打个招呼，他也快乐，我也快乐，也是，实在太无聊，没有人好打招呼。其实后面那个几个路比较不好走，小心。好痒哦，我的手好痒哦，很可爱。哎，你们小时候就开始抓这个了吗？对呀，跟老妹妹一样就开始来了。它是沟里面的，把它里面的勾出来，对不对？我们一直以为台11线往北走很单纯，对。可是你慢慢的开，你会发现旁边有非常多的小路，对。哇，这些小路进去都有另外别有天地。哎，这边有岔路，我们进去看看。哎，小天地，秘密小天地，这么多鱼，好玩。哦，这什么鱼呀？这海那鱼啊，对，海那。这个多少？啊，60块啊！一台1000多啊！一台1000多。对，非常可以，非常便宜，1600，几家来了，1600。买2来回家好了。2来对不对？哎，那有条种啥？哎，那有没假什么？茶叶片。茶叶片的。是在哪边抓的？对，我们部落前面。我们的定时渔网抓的。定时渔网抓的。早上出去，下午回来，现在刚回来。早上出去2个钟头回来。2个钟头回来就这么多了。大风车啦，现在不错哈。我大概大烂钱。哇，这个，哦，这前2个我够担，你会行啊？你会行啊？真的是很重。鸡飞渔港，这次是我们迷航中是最兴奋的一件事情。看着这么多的好的、那么有趣的人跟鱼之间的快速的在移动，然后享受这样子一种丰收和一个快乐，我整个人呢就飞扬起来了，有点血脉喷张。我请问一下哈，你的穿着跟那个他们抓鱼的好像不太一样哎。啊，你是我现在来帮忙，我们这边部落有没有很多鱼？我们部落就过来帮忙，就有分钓。分鱼啊，所以我们刚刚把它搬一下之后，我们就有3条鱼可以。有啊！我们刚来到这里是迷路来的啦，不小心跑来的啦。对，我们就这样顺着路这样歪。你们那个西西里那个地方比西里啊，那是西西啊，对的啊。西里啊，有什么好玩的那个地方？那边属于以前是不看好的一个部落，是真的。而且一直理事长一直推这个观光，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叫做西西里，现在蛮有特色。不行，你在比西里做什么行业？做手工艺的。那几条鱼？我拿6条。对啊，我们放公放素的。真的。我去帮忙。啊，等一下吃就吃那几条。要。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哎，好。这个是宝宝骨。对，宝宝骨。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当初理事长教小孩子母语那时候，但是教小孩子母语，小孩子不听话，他跑来跑去，后来就是用东西来去把小孩子吸引过来，安静下来。而且是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定制渔网，又台风，这个浮筒都飙到岸上，又觉得我们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西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就想到说做鼓。所以现在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文化出来的，然后也开始慢慢变成传统了。也是啦。那这个比较好玩。我刚看到你前面，以前你们3仙台有养羊，现在怎么都变一大堆羊，可是都是木头羊。这个部落叫比西里岸，比西里岸的由来就是有羊的地方，但现在那个有礁石的地方都是羊，但是我们保育的太慢了，被吃光光了。我们什么时候吃那只鱼？沙西米哦，我们刚才抓的鱼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对，煎鱼。为什么不把它煮成汤？
下一次我看行程通告，只要有这个，我就就让你自己来主持好了。加油加油，不一样哈。那个肉的那个扎实感更好。可是我已经快要半世纪没有吃生鱼片了，真的哈。所以对我来讲，吃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不要怕啦，真的。我有蛀牙，我大概吃一个就够了。原来李师公，请问除了鱼、生鱼之外，熟鱼你怎么吃？所以阿美族大部分都用煮汤的。听说你们这边有那个海女在捡一些海岸生物的食材。对，他们真是太厉害了。我利用晚上潮间带的退潮的时候去抓贝壳类的，海胆也有。因为白天的潮汐比较少，晚上的潮汐比较退的比较。但是白天还是可以去看，可以有人还在抓就对了。对，再吃一块，就带你去看潮间带了。看海女的，我不吃那一块，我也可以去潮间带。你还没有吃完呢，我没有吃完怎么可以去呢？拜托了，拜托。我也不吃，我也不吃。里面应该很多那个珊瑚，还有那个很多那个水藻类的。哎，记得后面那个几个路比较不好走，小心。刚刚中间最深最好走。哎，你的裤子本来是卷起来，现在全部都下去。透明的。哎呀，是这样。结果是一个塑胶管。没有，是海星。海星啊，那类的海类是。哦。那现在好痒哦，我的手好痒哦。很可爱。上次来三天台，遥遥的看着这些拱湖，那没想到呢，这次来呢，竟然也没有走桥，那反而呢是爬山涉水而来，所以有点小惊险哈。但是那整个视觉其实是还蛮贴近这个地方的。月光螺跟海兔，这个好吃的感觉哈，用炭火烤。哎，这个用炭那个wasabi很好吃。也会动哎，然后身上有感觉。啊，你们小时候就开始抓这个了吗？对呀，跟阿妹妹一样就开始来了。都是在这个区域。对，因为我们原住民从小就对，这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人抓的方式不一样。那是沟里面的，把它里面的沟出来，对不对？这个用这样拿，这样。哦，这个知道。哦。中午在那个比西里吃饭的时候，我们遥望着这个地方三仙台，他们是靠着这样子靠海为生，这样的文化其实才是真正的比西里。我如果像观光客一样跨过这个桥走到那个地方拍个照，或者跨过桥再回去，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会这样子旅行，可是因为这一趟以后，我觉得我跟浩一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这一次虽然经过太多次了，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来到了比西里，看到了真正的比西里。我们爬山涉水过了，看完海女采贝捕鱼之后，我们到部落去走走吧。我听说他们这边也有导览解说，比较奇妙的是，居然是用国中生来解说。我以前在鹿港有听过高中生的解说，国中生不知道能讲出什么，非常好奇。那为什么会想当导览？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训练。OK， 我会打鼓，也会导览。你们能够有信心吗？我们两个很厉害哦，很厉害哦。对。哦，这边是渔网。对，这就是渔网。刚要修补，刚上来。出去打捞几天，或者用了几次之后，要回来这边做这个整理工作。这个渔网半年到1年收一次。你的爸爸或者你阿公都是抓鱼的吗？我阿公以前是捕鱼的。捕鱼的。对，他有自己的渔船。将来有人会出海吗？会去抓鱼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对，我应该会吧。你会啊？你应该可能会。我有爸爸跑船的。为什么你不想要跑船？还是就他也有告诉你说不要跑船吗？他怕没有老婆啦。没有，他怕没有老婆。那我们想看看那个东西。这是我们一起跟吉米所做的，这是李世公去设计的，就做一只兔子，因为他书本里面有一只兔子。把龙木做成这个样子，是我看过最漂亮的，用半年的时间。用半年时间。他为什么要做一只没有兔子的眼睛？
它眼睛，我不知道。没有眼睛的兔子，没有兔子也没有兔子，他在睡觉，他在睡觉，他在睡觉。对啊，我是这么想啊，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大家说对不起。那有没有人就是说这几米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在这里呢？有没有人这么讲没有过？有些就是要寻找吉米。对，到部落就是放。所以因为有这些的作品，所以很多人就在部落里面待的时间会比较久。当然，我很喜欢刚刚那个作品，包括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好。可是以一个部落这样子而言，我是觉得是可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加的把自己的想法跟他做组合。一些吉米是台湾的，3间岛是他们的。这个话是从哪里学的？很好，很好。这个就很特别，它绿色啊，这样看得出来是玻璃瓶。对，我相信你会喝酒的话，你应该是看过。这是玻璃瓶，对，玻璃去加工压成变成一个砖块这样子的。对，所以它绿色是金牌，红色是保利达。保利达跟米酒。卡里马西达，卡里马西达。有些人讲说，如果我们为什么会铺这个路，是因为我们部落很多爱喝酒的吗？喝那么多的酒了，这样子。奶猴，我叫做你好的意思。奶猴。对，奶猴。好。什么样的？来。保利达的啦。保利达的。哪一个保利达？这个保利达，你要不要？来。好啊，好久没有喝。哪一个还会喝的？过来。不醉不归哦。保利达广告是什么？哦，好久没喝这个味道了。明天的什么？活力。喝了会怎样？很好喝。不会怎样。很好。精神很好啊。走路可减多一点啊，背可减多一点。走路会飞。啊，怎么保利达跟这个红酒？一样的国家，我们喜欢的都不一样啊。要喝酒醉才很会跳舞。我们待会一路要跳。有人喝保利达喝醉酒的吗？不会了。酒量不好的话，你已经喝酒了，但是这种酒精你感觉不出来，对不对？不太感觉出来。对，是。因为沙西米吃太多了。对。真好命。那么好命，看到没有？好，我要去了。好了，走了。一想到沙西米，我就快要上厕所。放起来。我们这边阿赖说谢谢。你看我还站起来。阿赖，喝下。他刚刚你好叫奶猴。再见。谢谢。再见。你上来吃东西、采东西需要3刀吗？带刀最大的目的就是万一有这个危险的这个猎物啊，只是怕遇到像他这么高大的山猪这样子。对，哇，好大，小龙，我是小熊了。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练习的地方。这个你们的开始制鼓到现在开始击鼓哈，这样已经几年了？5年快6年。5年6年了哈。他们每一个人是自己的鼓吗？还是说是还在训练当中？这是团里面的，但是有几颗是他们自己做的。对，他们其实在加入之后，开始要慢慢学会做鼓。几个男孩子都会做了啦，但是因为力气还不够大，还是需要大人去帮忙先做。那女生呢？女生是这个，女生是编织，帮忙编，然后车这个背带是手工做的。
听到那个鼓声，蹦蹦蹦蹦蹦的。是。这些小孩子如果没有这些鼓，他们要做什么？这些鼓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让养儿有一个地方回来，让每一个人有个梦想。是。明天呢？往南走。往南走。到没有羊的地方。我觉得今天就这样子东拐西弯，完全是没有任何，其实根本没有看地图哈，就是这样顺着那直接这样走。我不想吃沙西米了。好，明天就绝对不吃沙西米，不吃生的东西。这个可能是到部落的桥哦。对，而且是一个小舰这样子。哎，你就是那个安胜吗？哎，对啊。哎，你好，我约好了，约好了。叫刘哥，我叫王哥。哦，你好，哦，没有办法了。你是整天到海边去是不是？没有，从小在肚子里面就在晒太阳。哦，好，稍等哦，我先帮你。阿嬷，有人来了。哪一位？我们的朋友啊。好，完了，一路干。就这样子。阿嬷的声音怎么是那么？阿嬷是男生的。对，我们的阿嬷是爸爸的意思。哦，这样子啊。对。那阿嬷呢？阿嬷，真正的阿嬷呢？真正叫感乌。感乌。这是排湾族部落的。哦，这是卢凯族的话。卢凯族。对。我们好像是要到排湾族的部落。我们这边是排湾族部落，可是我们卢凯族在这边总共有7户而已。所以这是那个。这是阿嬷。我们的阿嬷哦，对，爸爸，阿嬷你好，哦，好，沙宝，辛苦你们，那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立秋鲁莱克斯部落，用最诚挚的、最高的招待，按照礼俗后，你们一定要起一根木头，我们一起烧火，就直接摆上去，对，烧火就是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哈，成为一家人之后。你们要呼喊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辣酱，好不好？一辣，哦，欢迎，谢谢啊，欢迎你们，谢谢，欢迎你们，我们成为一家人。谢谢，好，圣爵，谢谢。哎，我们要去 Rocks 部落了，听说那边有很多很精彩的山野的一些生活的习惯跟他们的文化的传统。其实他们现在最有名的是小米，听说有30几种，他们现在种成功的10几种。我非常期待喝到小米粥，或是跟小米有关的食物。也先辛苦你们2位老师了，一路上来到这山上。那首先还是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环境。我的左边是大武山，右边是那个北大武山。这样翻过去就是屏东。你们要看得到说，地下都是草，都是好吃的，而且这植物都是非常让我们的身体会保使我们都健康的哈。你上来吃东西、采东西需要3刀吗？采集是要吃用手采最好的，对啊，最好的。但是带刀最大的目的就是，万一有这个危险的这个猎物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杂草丛生，必须要去采集那最好吃的植物啊，那当然要稍微开辟一下安全。只是怕遇到像他这么高大的山猪，这样子。对，哇，熊啊，我是小熊了，我是烧小只的。每到山上，可能大家很爱看这个叫什么爱人草啊。这爱人草，它除了很会开花、很漂亮之外，对，像爱人草我知道，但是恰杂木，恰杂木，乡下要恰杂木。对，你们那边叫恰杂木，最好吃啊，最好吃。对，它要准备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好吃。那我们来采一点，怎么吃？一样，就是我们都是用舀饭，比如呢，青啊跟饭跟菜统统泡在一起，就是好吃，那就好吃了。那现在如果生吃咬一口的话，会也有那个香草的味道，有香草的味道。它也可以做泡茶。对，是煮泡面很好吃呢。泡面，对。我们有看到那个藤心啊，对啊，藤心是我们在山上必定要吃的。我流口水了。对，等一下采给你们。藤心就适合了。不是那么容易呢，很辛苦呢，但是很好吃，为了分享给大家，采好不好？好，来，我去采。你上课下来要为国尊重哎。小心哦，尊重哎。这真的是很陡峭的。你怎么砍？要拿就拿大的。你砍那么大的吧？
需要大才好。哎，拿下来，拿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老人家去钓鱼，没有鱼钩，也要靠这个刺的去钓鱼，很多刺后。对。哦，以前河里很多，放下去拿起来就钓很多鱼了。先把这个刺呢拿掉。一般卖在外面卖的都是这样子卖啊。这个，哎，这是卖这个。甜的，哎，品尝看看，甜的，很好吃。哎，这个不要，可以吃，直接吃，好吃。我怕你把它吃掉就没有了，那口水都在那边，我很过来。这部落要相亲相爱。对，你说的好。对了，对。妈，我回来喽！哇，亲爱的，我们回来了，亲爱的，是吧？亲爱的，辛苦你们了。你们亲爱的是什么？你们以前就要叫亲爱的，还是现在改了？还是今天特别那个？今天叫亲爱的。我们的感情永远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叫做亲爱的摇摇放呢，就是刚才我们采集的那个野菜啊，黄黄那个，黄黄那个是小米就对了。对，是我们鲁拉克斯金黄小米，比较大一点，玩的比较比较有粘度，都是我们那个金黄温泉所带来的特产在这里啊。看看那个金黄小米，有放好喽。哦，哇，土烫烫的。我们原住民吃饭的时候。这个叫做围炉，吃饭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锅子，用汤匙一起去吃。你说没有用饭，没有用碗，哦，就直接就这样子吃。这种围炉是这样。哦，这个好。然后我们吃完之后，最后一个汤匙舀的人就是要去洗锅。我亲爱的，来，再怎么样？对不起，老婆还是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对。哦，亲爱的，啊，还有更好的那个菜肴嘛。摇摇放一定要配这个野生的生姜。哦，野生的，对。好像这样一个吃一个就对了，口感就好吃了。我有咬一块这样子吃，咬一口，吃一口。哎，罗大哥，这样整个部落下来，你已经把它从前只是耕种住家的，就住的地方，现在开始有咖啡，有其他的一些作物。那未来部落怎么走？虽然做农做了老半天，都还是靠自己吃以外，我们要的是观光产业，部落的文化传承啊，也让这些有机会更多的年轻人回来了。我不管是谁留下来，我叫我的孩子回家，能够继承我们文化产业，变成未来的阿嬷。变成有点要变阿嬷。你笑得很暧昧嘞，怎么了？阿嬷不好啊？没有，你讲得很奇怪啊。就觉得还是要回来，因为毕竟这是我长大的地方。因为我之前也在外面工作，我是职业军人，然后每次放假回来，又回到部落，怎么都是老人家，然后没有年轻人在这边，然后觉得很可惜。然后想说就退伍回来，然后跟着爸爸跟着家里面，因为家里从事的是文化的工作，希望能够将这个文化工作一直持续的传承下去。就像你说的啊，以后我也想要当阿嬷。这是一对非常有趣的而且有魅力的父子。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些的骄傲，但是又有一些的使命感。然后在他们带领我们的过程中间，我看到了他们的希望。希望现在的阿嬷跟未来的阿嬷，将来会有很多阿嬷继续接班着。这个多良车站我曾经来过多回。那如果能够坐火车来最好，但是现在火车已经不停靠了。你意思说这边已经是废站了？对。但是我们这次特别申请过，所以才能够进来。我们这次来这里旅行，去了2个到不了的车站。对。一个是山里，那是很难抵达。这个是真的不能到。我还来了好几次，从来没有一次这么漂亮。大概是你带来的好运。听起来就让我非常的就好想要把它多拍2张这样子。刚刚那个风实在吓死我。对，实在是风驰电掣，终于能够体验这样子的4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刚刚从700公尺海拔的一个部落，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接近太平洋的位置，这样子的一个小站，我的感觉，
那真的是上山下海，但是2个完全呈现出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这趟的旅行，光这几个的景点的视觉上的差异，我觉得就很过瘾。我想到那个胡德夫啊，有一首歌，是那歌里面那个太平洋的风，是一种很温暖的，很柔和的。最后一站我看着这个，看着它，然后看着那个海洋在呼吸的那个海浪的声音。因为每次来的时候，我的旅行都是选一个点而已。那这一次是一个 Y 字形的旅行。我觉得这样的3个旅行，让我有一种把台东好像，因为这3个角度去看，把它看得比较完整。